你的头脑是否像一个嘈杂的市场？你醒来，世界就已经在要求你的注意，在你能够呼吸之前，就把你拉向1000个方向。你感到脆弱、被动，就像一艘在他人情绪和无休止通知的风暴中没有舵的船。你寻求控制，但一切似乎都遥不可及。陌生人的每一个意见，每一个坏消息，每一个出错的计划，似乎都是你平静中的一道裂痕。你感觉自己像个玻璃人，透明、疲惫，容易被外界环境打破。今天的你是你冲动和世界混乱的奴隶。这种被动的疲惫状态不是你的缺陷，这是我们在没有系统时的人类默认状态。你被训练去反应，而不是回应；你被教导去寻求外部的验证，而不是建立内部的堡垒。现代世界被设计来让你保持焦虑、分心和消费，他们从你的被动中获利，他们需要你保持脆弱。但这种混乱感不是一个现代问题，这是一个根本的人类问题。如果解决方案，一个坚不可摧心灵的工程手册，是由2000多年前面对绝对混乱的人们锻造的呢？我们不是在这里谈论历史，我们是来为你的心灵进行一次战术简报。这是你的转变之旅，从玻璃人到内心城堡的建筑师。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我将把这个系统的源代码交给你。这些不是模糊的理论，它们是斯多葛堡垒的5道城墙，5个实用的教训，由皇帝、奴隶和士兵锻造，将教你如何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内部堡垒，一个你的平静不被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挟持的城堡。在那里，你终于掌控一切。你所寻找的解决方案有一个名字：斯多葛主义。但忘掉你以为你知道的关于这个词的一切。这不是一种关于忍受痛苦或压抑情感的被动哲学，这是一种心灵操作系统，一种在战场、权力走廊和监狱牢房中发展起来的情感工程技术。这是建立一个内部堡垒，一个坚不可摧的精神城堡的说明手册。斯多葛主义的起源不是书中的一个日期，这是像芝诺这样的人的故事。他在一场海难中失去了一切，他没有沉溺于自怜，而是从灰烬中站起，建立了一个让自己内心无懈可击的系统。我们将要探索的教训不是建议，它们是这个系统的源代码，这是战略性的重构。我们不是在研究哲学，我们是在学习工程学。斯多葛主义是区分你能控制什么和不能控制什么的科学，并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度只专注于前者。这个工具让你停止成为一个玻璃人，并成为内心城堡的建筑师。这座堡垒的建设始于一个决定，理论结束了，实践从现在开始。订阅这个频道不是一次点击，这是你纪律的第一个行动，这是你公开声明你将不再是环境的奴隶。点赞来封印这个契约，并评论我的堡垒正在建设中，作为你的第一块砖。也告诉我们你从哪个城市开始这个建设。这个系统在人类经验的最极端条件下经受了考验。这座堡垒的总工程师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，他们是像艾比克泰德这样的人，一个奴隶。他意识到，虽然他的身体属于别人，但他的思想是绝对自由和不可触碰的。他们是像塞涅卡这样的人，罗马最富有的顾问。他用斯多葛主义在权力和绝对腐败的中心保持冷静和美德。还有马可·奥勒留，这位皇帝哲学家，他统领着已知的世界，但每天早上都用这些教训来首先统领自己。他们写的不是日记，他们为心灵锻造了武器，而现在这些武器是你的了。这是你堡垒的地基，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城墙，控制2分法。这是艾比克泰德的核心教训。这位奴隶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导师之一，你必须把这个刻在你的脑海里。有些事情在我们的控制之下，其他的则不然。听起来简单吗？这是所有哲学中最难的一课。你的判断、你的意图、你的欲望、你的厌恶、你的行动，所有这些都是你的。天气、经济、别人的意见、你的过去、你身体的健康，最终交通，所有这些都是外在的。你是玻璃人，因为你花了100%的时间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的事物。你的焦虑是与现实抗争的结果。
内部冲突是立即的，你的头脑被训练来抵抗这一点。你想，但我可以影响我老板的意见，我可以让我伴侣改变，我需要交通畅通。这正是让你保持脆弱的幻觉。你混淆了影响和控制。你可以影响结果，但你无法控制它。你可以做你最好的工作，但你的老板可能心情不好的醒来。你可以清晰的沟通，但你的伴侣可能不想听。你头脑的本性是渴望绝对控制，而这种渴望是你所有痛苦的根源。你在与宇宙本身的本质交战，而你将永远输掉这场战争。斯多葛派使用弓箭手的比喻，弓箭手控制一切他能控制的，以确保最好的移射。他控制他的训练，他的呼吸，弓的选择，箭的质量，放弦的时机。他在他的行动中无可挑剔，但当箭离开弓的瞬间，他就不再属于他了。他属于命运。一阵意想不到的狂风，一只飞过的鸟，目标移动了，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控制之外。斯多葛弓箭手不是通过是否射中目标来判断他的成功，而是通过他射击的质量。他专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，而你然而却痴迷于目标地过着你的生活。你射出箭，然后追着他跑，尖叫着试图在空中改变他的轨迹。当风把他吹偏时，你责备自己；当他没有射中靶心时，你感觉自己是个失败者。你需要成为那个弓箭手，你必须今天就应用这一点。在你的下一次会议中，只专注于你演示的清晰度，而不是人们的反应。在你的下一次艰难对话中，只专注于带着同理心说出你的真相，而不是强迫对方同意。你的帝国是你的努力，把结果留给宇宙。艾比克泰德以最严酷的方式教导了这一点。他是另一个人的财产。他的主人在一次愤怒中开始扭转他的腿。艾比克泰德平静地说：如果你继续，它会断的。主人继续了，骨头断了。艾比克泰德只是看着说：我告诉过你，它会断的。他明白他的身体不是他的，但他对疼痛的反应，他的尊严，他的冷静，这是不可触碰的。他身体上是奴隶，但精神上是罗马最自由的人。与此同时，他的主人拥有所有外部权力的人，却完全是他自己愤怒的奴隶。你的被动性就是你的奴役。你把你内心平静的钥匙交给了在 Instagram 上批评你的任何人。你把你早晨的控制权交给了在交通中别你的司机。你成了一个新闻应用程序的奴隶，它决定你的日子是好是坏。每一次你对无法控制的事情做出愤怒的反应，你都在自愿地戴上镣铐。你是在告诉世界，你被允许摧毁我。第一道城墙在你说不在的时刻建立起来。这道城墙的战术建设始于一次暂停。在对任何事件做出反应之前，问自己艾比克泰德的问题：这在我的控制之下还是不在？如果不在，你唯一的回答是接受；如果在，你唯一的回答是行动。如果有人侮辱你，他的意见在你的控制之外，你对侮辱的反应完全在你的控制之下。你可以选择被冒犯，这让你软弱，或者你可以选择将其视为无关紧要的信息，这让你坚不可摧。这个暂停是被动者转变为建筑师的空间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内化了这一点时会发生什么？对未来的焦虑减少了，因为你意识到你只能控制你当下的行动。对过去的沉思消失了，因为过去根据定义是在你的控制之外的。你停止试图改变他人，开始专注于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。你停止害怕批评，因为别人的意见是外部噪音。你不再玩他们的游戏，你在玩你自己的游戏。平静不是外面没有混乱，而是这里面有这道城墙的存在。你从这第一道城墙中获得的力量是清晰。你停止浪费能量。大多数人活着就像一个有洞的消防水管，向1000个无用的方向喷射精神和情感能量。通过应用控制2分法，你封住了所有的洞。你把你所有的专注，所有的意志指导向你真正掌控的小圈子事物。你变得像外科手术一样精确，你变得高效，你变得平静，不是因为世界变得更容易了，而是因为你停止了尝试做不可能的事情。这是你城堡的地基，没有它，其他一切都站不住脚。拒绝成为外在事物的奴隶，掌控内在的事物。
这是斯多葛工程学的第一法则。你无法控制风，但你可以控制调整你的帆。你无法控制世界向你投掷什么，但你绝对控制你如何应对它。从今天起，你的能量太宝贵了，不能花在任何不完全属于你的事物上。这是成为你自己的主人的第一步。如果第一道城墙分离了内部和外部，那么第二道城墙捍卫你的内部世界。这是马可·奥勒留的教训。事物本身并不触动我们，触动我们的是我们对他们的判断。不是事件导致了你的痛苦，而是你对这些事件的解释。交通不是可怕的，你认为它可怕的判断导致了你的愤怒。被解雇不是世界末日，你相信这是世界末日的信念导致了你的绝望。你是你自己苦难的建筑师。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深刻的。我们对我们的判断上瘾，我们相信我们的情绪反应是真相。我感觉这很糟糕，所以它就是糟糕的。你的头脑在自动驾驶模式下运行，对一切事物贴上即时标签，好的、坏的、不公平的、可怕的。这些标签，这些价值判断是你城堡的入侵者。一个事件发生客观事实，你的头脑立即用一个观点主观判断污染它。斯多葛主义称之为感知的工程学，将原始事实与你告诉自己的关于它的故事分离开来的能力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走路，突然下起了暴风雨。玻璃人说：真是灾难，我的一天被毁了。为什么这种事总发生在我身上？他给一个中性的气象事件添加了一个受害者叙事。而斯多葛建筑师看到同一个事件，只是陈述事实，正在下雨。从这个事实出发，他采取行动。我要打开我的伞，或我要找个庇护所。他不会在无用的判断上浪费1秒钟的精神能量。雨不是好的，也不是坏的，雨就是雨。感知是把一个中性事件转变为灾难或机遇的过滤器。马可·奥勒留每天早上都练习这个。他为这一天做准备时会说：今天我会遇到多管闲事、忘恩负义、傲慢、不诚实的人。他们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他们对什么是善与恶的无知。他不是在抱怨，他是在移除判断的力量。当他不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个人攻击，而是看作是无知的症状时，他就变得坚不可摧。他看到的是事实。那个人对我大喊，而不是判断。他不尊重我。你必须采纳这种做法。今天当有事情发生时，像安全摄像头一样描述它。客观事实，没有情绪，没有故事。困难在于我们如何紧抓着我们的故事不放。如果有人在交通中别你，事实是一辆蓝色汽车换了车道。你的故事是那个傲慢的白痴故意这样做来羞辱我，不尊重我。这个故事是你喝下的毒药，却希望另一个司机会死。你正在用你自己的判断伤害自己。感知的工程学是解毒剂，它是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暂停的力量，并积极选择一个赋予你力量的解释，而不是一个让你成为受害者的解释。斯多葛主义赋予我们选择镜片的力量。你可以把一个障碍看作是一个阻碍，或者一个绕道。你可以把批评看作是一次攻击，或者一份数据，也许有用，也许无用。你可以把失业看作是一场悲剧，或者一次被迫的解放，去寻求新的事物。现实是可塑的，而你的感知是塑造它的工具。玻璃人是他自动感知的奴隶，城堡的建筑师是他感知的刻意主人。他选择那个能强化他的故事。你从这第二道城墙中获得的力量是情感上的无懈可击。如果没有任何外在事物能触动你城墙1，而你内在的判断是由你选择的城墙2，那么到底有什么能伤害你呢？什么都没有。你在情感上变得刀枪不入。人们可以试图侮辱你，但侮辱只有在你判断它为真实和冒犯时才会生效。事件可能是混乱的，但混乱只有在你判断它为坏时才会进入你的头脑。你在你的城堡周围建了一条护城河。入侵者事件可以在外面尖叫，但他们无法穿越。从小事开始训练。当你的咖啡洒了，观察你的头脑，想要尖叫，真该死。强迫自己只去想事实，咖啡在桌子上，以及行动。我需要一块抹布，
这就是训练。这就像为你的头脑做俯卧撑，你在建立客观感知的肌肉，你在学习如其所示的看世界，而不是如你被动情绪所描绘的那样。这是区分业余者和大师的纪律。罗马的皇帝，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，需要每天提醒自己这一点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擦除想象，停止连锁反应，掌控当下。他是在对他自己说话，但也是在对你说话。你是你内心城堡的皇帝，而皇帝的首要职责是确保只有健康和理性的感知才被允许进入大门，拒绝自动判断，选择赋予你力量的感知。记住，重要的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，而是你如何框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。玻璃人被第一次冲击就打破了，建筑师利用这次冲击，他知道每一个外部事件都是原材料，它是一块砖，他可以用它来建造他自己的受害者监狱，或者他可以用它来在他的韧性堡垒上再建一层。选择是你的，一直是为你的判断承担责任。现在你有了你的地基城墙1和你的感知防御城墙2，你需要测试它们。一座从未被围困过的堡垒是不可靠的，这是第3道城墙，塞涅卡的教训，自愿不适的练习。塞涅卡，罗马最富有的人之一，会定期穿上破布，吃陈旧的面包，睡在地板上。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忏悔，他是把它当作和平时期的战争训练。他在训练他的身体和心灵不去害怕失去。内部冲突是显而易见的，我们是追求舒适的生物，你的现代头脑被编程去寻求快乐和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痛苦。空调、快餐、随需应变的娱乐，一切都被设计来让你变得软弱，而这种软弱让你变得极其脆弱，你成为你舒适的奴隶。你害怕失去工作，因为你害怕无法支付你的舒适。你害怕艰难的对话，因为你害怕情感上的不适。你成了你所拥有东西的人质。比喻是士兵，一个只在晴天和用空包弹训练的士兵，在第一场真正的风暴中将毫无用处。他会恐慌。好的士兵在泥泞中，在寒冷中，在饥饿中用实弹训练。他自愿地拥抱不适，以便当真正的战斗来临时，他的身体和心灵会说：我来过这里，我知道如何应对。自愿的不适是你的训练场，这是你为你的心灵接种对抗不幸的疫苗的地方。塞涅卡睡在地板上时会问自己：这就是我如此害怕的吗？他意识到那个可怕的贫穷情景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忍受的，他正在打破害怕失去对他的控制力。你必须做同样的事情，洗个冷水澡，在地板上睡一晚，禁食1天，如果你的健康允许。故意把你的手机留在家里，选择楼梯而不是电梯，自愿地去做那些你通常会避免的困难事情。你脑海中的声音会尖叫，他会说：为什么？这很愚蠢，没有必要这样做。那个声音不是你的朋友，那是你软弱的声音，那是玻璃人试图保护其脆弱性的声音。你需要忽略它，你需要向自己展示，用小的可控的剂量，你比你对舒适的渴望更强大。你在教导你的心灵，痛苦和不适不是紧急情况，它们只是感觉，而你可以忍受它们。这也适用于情感上的不适。进行那场你一直在推迟的艰难对话，主动承担那个让你害怕的项目。当你的头脑恳求你留在沙发上时，去健身房。每一次你选择自愿的不适，你都是在往你的韧性基金里存钱。你在建立一种精神力量的储备，当生活不可避免地给你一次真正的打击时，它会在那里支持你。未经考验的人不知道自己有何能力。你从这第3道城墙中获得的力量是实践中的韧性。你停止害怕，害怕失去，害怕失败，害怕不适，所有这些都会减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品尝了最坏的情景，并发觉你活下来了。你发现你内在的力量远大于你对外在舒适的需求，你变得反脆弱。你不仅能抵抗冲击，你还能因冲击而变得更强。你成为一个准备好战斗的士兵，而不是一个被宠坏的平民，希望战斗永远不会到来。
不要把这与受虐狂混淆，目的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，目的是扩展你的舒适区，直到它变得无关紧要，目的是减少你的平静所依赖的外部事物的数量。玻璃人需要一切都完美才能感觉良好。斯多葛建筑师在内部找到他的力量，因此可以在任何条件下运作。他变得适应性强、坚固和自由。你的任务很简单，今天找到一件不舒服的事情并去做它，就一件。它可以很小，可以是你喝咖啡不加糖，可以是关掉手机静坐10分钟。行为本身不如做出这个决定的行为重要。你在向你的原始大脑发送一个信息，你在说，我掌控一切，我对舒适的渴望不再支配我的行动，我的纪律。是的，这道城墙是区分理论家和实践者的。许多人可以谈论斯多葛主义，但很少有人愿意洗冷水澡。塞涅卡写道，命运对待勇敢的人就像强风对待火焰，它不是熄灭它，而是点燃它。通过练习不是，你不仅是在建造一道城墙，你是在锻造一种任何外部风都无法熄灭的内在火焰，你正在变得可燃。这第4道城墙乍一看可能显得阴郁，但实际上它是通往充满活力生活的最强大工具，铭记死亡。记住，你是会死的。玻璃人活在否认中，他表现得好像他有无限的时间，他推迟他的梦想，他心怀怨恨，他把日子浪费在琐事上，他避免说我爱你，他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，因此他从未真正活过。他是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幽灵，被他拒绝面对的结局所困扰。内部冲突是存在的恐惧，面对死亡是人类能做的最困难的事情。我们的生物性被设计来用于自我保护，来避免这种想法。但斯多葛主义要求我们做相反的事情，它要求我们使用死亡，不是作为一个可怕的幽灵，而是作为一个顾问，一个过滤器。马可·奥勒留写道，你可能现在就会离开生命，让这一点决定你做什么、说什么和想什么。它不是在病态，它是在紧迫。比喻是沙漏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沙漏，但我们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沙子。你可能有60年的沙子，或者你可能有30秒。玻璃人背对着沙漏生活，假装它不存在。斯多葛建筑师把沙漏放在他的桌子上，清晰可见。他用它来过滤他的行动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会问，这真的重要吗？和网上的陌生人争论重要吗？抱怨天气重要吗？还是有美德的生活，爱我的家人，出色地完成我的工作重要？死亡是赋予生命价值的东西，是稀缺性创造了价格。如果你有无限的时间，什么都不重要，你会把所有事情推迟到明天，但你没有。铭记死亡是一个行动的召唤，它是终极的专注工具。当你内化了你的时间是有限的，你就会停止浪费它，你停止容忍自己和他人的平庸，你对你的优先事项变得极其诚实，你停止对不重要的事情说是。想想塞涅卡，他被尼禄皇帝判处自杀，当士兵们到达时，他没有哭泣，也没有祈求，他已经准备好了。他每天都在练习这一刻，他平静地安慰了他的妻子和朋友，提醒他们他的哲学教导，并以一种使他不朽的尊严面对了终结。他不是作为受害者死去的，他是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死去的。他向我们展示了，虽然我们不能选择我们如何死亡，但我们绝对可以选择我们如何生活以及如何面对终结。练习铭记死亡不是关于沉迷于终结，它是关于沉迷于当下，它是对抗拖延症的解毒剂。下一次你推迟一项重要任务时，记住你的死亡；下一次你对某人心怀怨恨时，记住你的和他人的死亡。你会意识到，当你透过无常的镜头看待时，你90%的焦虑和担忧都是微不足道的。你从这第4道城墙中获得的力量是外科手术般的专注。死亡成为你的指南针，而不是你的恐惧。它清除了噪音，它迫使你定义什么是必要的。玻璃人被1000个小担忧的重量压垮。斯多葛建筑师丢弃了非必要的东西，他过着有目的的生活，因为他知道每一天都是一份未被承诺的礼物。他没有时间去演戏，去渺小或去恐惧。
你不需要等待一次濒死体验来理解这一点，你现在就可以练习。当你醒来时，提醒自己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天。这将如何改变你的行动？你会更友善吗？你会更勇敢吗？你是否会最终开始那个项目？你是否会打那个电话？铭记死亡不是关于死亡，它是关于生活，它是关于从当下一刻挤出每一滴生命和美德，因为当下是你真正拥有的一切。这道城墙是赋予你建设紧迫感的东西，你没有全世界的时间来建造你的城堡，你只有现在混乱、被动，像情绪奴隶一样度过的生活。所有这些都是对你所拥有的最宝贵资源的浪费。面对你的死亡，不是带着恐惧，而是带着感激，让它成为你脚下的火焰，推动你成为你本该成为的建筑师。不要在你死之前就已经死了。这是最后一道城墙，最高的、最强的，是它把你的城堡从一个防御性堡垒转变为一个力量的圣殿。这是尼采的教训，他深受斯多葛派的影响，爱命运，热爱命运。这不仅仅是接受发生的事情，如城墙一，不仅仅是框定发生的事情，如城墙二，它更深刻，它是热爱一切发生的事情，是希望一切都完全按照它发生的方式发生，因为一切都是燃料。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最大的。我怎能爱悲剧？我怎能爱痛苦、失去、不公？头脑会反抗。玻璃人把世界看作一系列不应该发生的事情。我不应该被解雇，他不应该背叛我，这种疾病不应该发生，这个不应该是对现实的终极否认。它是苦涩、怨恨和软弱的根源，它是拒绝按生活本来的条款接受生活。比喻是火，微弱的火会被任何风吹灭，然而熊熊大火会吞噬扔向它的一切，并将其转化为更多的火焰。玻璃人是微弱的火，障碍熄灭了它。斯多葛建筑师是熊熊燃烧的火，向他扔木柴成功，他燃烧得更旺；向他泼水失败，他嘶嘶作响并燃烧得更旺；向他刮风混乱，他蔓延开来。爱命运是成为这团火的决定，这是通往伟大的公式，不希望任何事情有所不同，不向前，不向后，直到永恒。想想创始人芝诺的故事，他是一个富有的商人，他在一场海难中失去了一切。玻璃人会称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，他会变得痛苦，责备诸神。芝诺一无所有地抵达雅典后，去了一家书店，发现了哲学，并说，命运命令我成为一个障碍更少的哲学家。他不仅接受了海难，他爱上了它。他把那个摧毁他的事件看作是那个创造他的事件。那场灾难是斯多葛主义的诞生，这是最高级的练习。当坏事发生在你身上时，你的任务不仅仅是忍受它，你的任务是找到一种方式去爱它。你被解雇了，爱它，这是你证明你的韧性并找到一条更好道路的机会。你被背叛了，爱它，这是你关于信任、品格和你自己治愈力量的一刻。障碍就是道路，每一个试图阻止你的事物，实际上都是一个伪装的导师，为你提供你成长所需的确切课程。你需要明白，宇宙并没有在密谋反对你，它是漠不关心的，但你可以选择把每一个事件都看作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就好像一个智慧的导师把那个确切的障碍放在你的路上来锻造你。哦，痛苦，谢谢你，我需要这个来测试我的感知。哦，失败，太好了，我需要这个来学习谦逊和策略。这不是自欺欺人，这是一个从无能为力中刻意提取力量的选择。你从这第5道城墙中获得的力量是无条件的喜悦，一种不依赖于事情进展顺利的平静。玻璃人只有在世界服从他的命令时才快乐。斯多葛建筑师总是快乐的，因为他的快乐来自他对现实的有美德的回应。无论现实是什么，他热爱命运，因此命运永远是他的朋友。他不能被打败，因为发生的一切，无论是好是坏，他都将其转化为胜利。这就是马可·奥勒留在他的房间里，被战争、瘟疫和背叛包围时所做的事情。他给自己写道：阻碍行动的、
推动了行动，挡在路上的成为了道路。他是在练习爱命运，他是在吸收帝国的混乱，并将其用作他自己美德的燃料。他没有抱怨，他是在建设，他是在热爱他作为皇帝的命运，连同他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负担。你从玻璃人到建筑师的旅程在这里完成了。你开始时害怕世界，对他做出被动的反应，现在你拥抱他，你热爱他，你利用他。城堡不再是一个躲避世界的地方，它是一个与世界交战的动力源。你不再害怕风暴，你就是风暴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你是风暴眼中的平静，利用风的能量推动你前进。从小处开始，你的航班延误了，不要说真该死，不要说我接受，说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次耐心的考验，谢谢你这段额外的阅读时间，谢谢你这个练习斯多葛主义的机会。开始把你生活中的每一丝摩擦都转变为一种爱的行为，这是最终的准则，这是精通，这就是武道城墙。控制二分法给你清晰，感知的工程学给你无懈可击，自愿的不适给你韧性，铭记死亡给你专注，以及爱命运给你无条件的动力。它们合在一起，不仅仅构成一个堡垒，它们构成了你。他们把你从你曾经的那个被动的奴隶，转变为你生来就要成为的那个自己的主人。从玻璃人到城堡的建筑师的旅程已经完成，武道城墙已经矗立，你已经收到了源代码。这个由芝诺在逆境中锻造，由艾比克泰德在奴役中测试，由塞涅卡在权力中提炼，由马可·奥勒留在战争中掌握的精神操作系统。你不再是开始这个视频时那个脆弱、被动，在混乱中寻找答案的人。你已经证明了，仅仅是通过坚持到这个简报的最后，你就拥有一个真正实践者的纪律。你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观众，你是一个建设者。理论结束了，实践，你一生的实践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城堡不是一天建成的，但它必须每天都被捍卫。你的第一个实际行动是一个公开的承诺，这不是一个请求，这是你的下一个纪律行动，你作为新建筑师的第一个行动。如果你已经吸收了这些教训，并准备好接受这个新的操作系统，请到评论区声明那句总结你新身份的话：没有什么能阻止我。这是你的誓言。此外，声明你的纪律，以便其他建设者能看到你。评论：我坚持到了最后，这不是为了我，这是为了你，这是你对你完成你所开始的事情的社会证明。你会在评论区找到我们的军团，你会知道在这段旅程中你并不孤单。最后，封印这个承诺，留下你的点赞，作为信息已收到、建设已开始的信号。订阅不仅仅是一个频道，而是这个训练营，以确保你的日常纪律永不减弱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分享这个视频。你认识某个仍然像玻璃人一样生活的人，你认识某个正在受苦、陷于被动和痛苦中的人，把这个源代码发送给那个人，不仅仅是一次点击，这是一种斯多葛美德的行为。这是你的责任，去帮助另一个人点燃他自己的火焰，并建造他自己的堡垒。